古天乐这次真的豁出去了。明日战记上映快1个月了，票房居然连连逆跌。上映4天时，由于口碑不太佳，累计票房2.5亿，预测总票房仅5亿，远远达不到收回成本的地步。而2周之后，累计票房已接近5亿，预测总票房暴涨至8亿，活生生多出了3个亿，涨幅高达60%。这3个亿怎么换来的？简单的说，拿古天乐的卖惨。为了多赚3个亿，片方靠着卖惨疯狂营销。仅仅从票房结果来看，《明日战记》绝对称得上一个成功案例，但代价是惨重的。古天乐的声誉也赔丢了一半。《明日战记》是古天乐的亲骨肉，耗费10年心血，砸了4.5亿港元。电影本身的质量乏善可陈，但没想到电影营销的手法堪称一绝，主打的核心牌自然是古天乐其人。先是卖脸，以往电影上映，古天乐一向以低调寡言作风示人，而为了宣传《明日战记》，他过于反常，过于高调，普通话不好的他也能一晚上跑10个影院，即使在红毯上都不忘高调喊话女粉丝。如果是我老婆，你看《明日战记》就是我古天乐的老婆了啊。接着卖惨。8月13号，一则官方短视频触动了无数粉丝的神经。台前他风度翩翩，神情自若；幕后他每天至少看20次票房数据，愁容满面。直到一次见面会上，再无法掩藏自己的情绪，频频擦泪，还配上字幕。这世界就是这么残酷，努力10年就是没有回报。很快，古天乐哭了就传遍各大平台，如今已有100多万的点赞，惹得无数网友心疼，自发充当自来水。电影也由此迎来转机。古天乐本人后来亲口澄清，他并没有哭，只是影院没开空调，他拿来纸巾擦汗。但卖惨收获的奇效被营销团队看在眼里，很快一套思路清晰的营销策略跃然纸上，打造美强惨人设。团队很快又推出古天乐机甲梦、古天乐手拿白纸黑字大字报等短视频，一个48秒的镜头我需要做576天，努力却笨拙，郁郁不得志。甚至片方直接在评论区摆明了卖惨的态度，为什么努力的人得不到回报？而在粉丝们的裹挟下，明日战记的营销也逐渐身不由己。原本只是情怀向的自来水，很快却逐渐演变成一场饭圈式的道德绑架。许多明星受到牵连，被粉丝们逼宫宣传，最受其害的当属刘德华。由于没有参加首映礼，且未发声支持明日战记，他遭到了网暴，不少人甚至痛斥华仔香港人不帮香港人。还有姑姑李若彤，她的每一条视频的评论区都有如蝗虫过境，粉丝从催促到指责轮番轰炸。李若彤在8月20日终于亲自发布了一个视频表示支持，但即便如此也依旧挨骂，以你俩的交情你不该这么晚。除了绑架明星也绑架路人，在各个平台里少不了打情怀牌的留言，一口大锅从天而降。明日战记票房没有30亿是80、90后不对，这些年80、90后被按头欠的电影票实在够多了，如此言论自然引起了路人的反感，称其为不分场合的乞讨。道德绑架还不够，另一项骚操作开始了，拉踩。与明日战记同期上映的是独行月球，后者目前的票房已逼近30亿大关，暑期档冠军稳如囊中之物。两部影片虽同为科幻题材，但一个融合喜剧，一个主打机甲，受众群体并不重合。自上映以来，明日战记被偷票房的传闻不绝于耳，矛头直指独行月球，后者很快发布声明，并对一批造谣者发送律师函。而明日战记也做出了回应，转载了网友有关偷票房的说法，同时在文末写明是第三方商家行为，并非片方行为。网友的情绪点就此被点燃，甚至跑去质问马丽和沈腾。随后上映的几部新片如断桥、新封神、杨戬等也接连遭遇了偷票房的碰瓷，仿佛全世界都在偷明日战记的票房，甚至闹出令人啼笑皆非的流言，资本不让明日战记好过。卖惨营销无异于自爆，短期内或许能获得大幅收益，但长期看并不是一件明智之举。这一套路为内地观众熟悉，始于2016年的《百鸟朝凤》，该片是老导演吴天明的遗作，由于题材较为小众，仅获得不足1%的排片。为了获取关注，制片人方力直播下跪，第二天排片涨了4倍，票房超过前一周总和。然而此举也遭到了争议，人民网甚至连续发文评价这种下跪营销不可取，丢了文化人的尊严。不过这回的明日战记卖惨又与当年的百鸟朝凤不大一样。其一，两部作品定位不同，百鸟朝凤是文艺片，成本小，噱头少，市场营销不占优势，但艺术价值是实实在在的，口碑也很好，至今豆瓣8.3。
再加上这是一代电影导师吴天明的遗作，就算卖个惨，大众也能理解。而《明日战记》呢，本来就是商业片大制作，无论套上再多的情怀梦想，都应当遵从电影市场优胜劣汰的法则。观众口碑不好还想票房高，哪有这么两全其美的事情？更何况对于明星卖惨，网友们早已不再买账，拿着3000的工资就别操那个3亿的心。其二，两次卖惨的目标也不同。方力下跪求的是增加排片，求的是一个公平放映的机会。当时在美国队长3等大片的挤压下，百鸟朝凤只剩下1%的排片，这是真惨啊。而明日战记上映第1周排片都在20%以上，虽然低于独行月球，但也不存在被挤压的委屈。而这回卖惨求的是实实在在的票房，求的是观众手里的钱。于是这次明日战记的卖惨营销过度消费了古天乐的路人缘，透支了内地观众对于香港电影最后一点情怀与信任，最终引起反噬。这种反噬自然都指向了古天乐本人。有人说古天乐吃相难看，有人说他烂片演的太多，还有人开始攻击他的人品，扒出他的各种古早黑料，甚至质疑古校长的慈善事业。最近有网友扒出一则旧闻，怀疑古天乐诈捐。这则旧闻其实发生在去年7月，有网友曝光古天乐捐赠的一所小学已成猪圈，仅使用了5-6年就被荒废了。目前校园内杂草丛生，设施破败不堪，教学楼里已然人去楼空，2扇校门也已锈迹斑斑，仅用一条链子拴着。其实据了解，这所学校停用不是因为放弃办学，而是由于生源减少，在附近又新建了一所硬件设施更好的学校，家长们都愿意把孩子送到那里去。但部分网友还是将矛头指向古天乐，有人指责他只做表面功夫是甩手掌柜，也有人认为他炒作慈善咖人设，做个公益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，别有所图。当然，骂古仔演烂片可以评价，但要黑古仔的人品实在不应该啊。由对电影的差评、营销的厌恶而滑向对古天乐的人身攻击是不可取的。不幸的是，这也反映出了一件确定的事实，古天乐在观众心目中的形象已经大打折扣了。电影不是一锤子买卖，卖惨救不了电影的口碑。这些个浅显的道理，古天乐想必心知肚明。平时的他也是以低调著称，鲜少回应关于自己的绯闻与争议。但这次反常就反常在，他似乎真的不得不这么做。明日战记仿佛成了古天乐的一场梭哈，不惜赌上自己用30年积累的人气和口碑，也要收回成本。古天乐的另一个身份是电影大亨，他成立的天下一是香港地区现在数1数2的影视公司。据统计，在2020年，香港大约制作了60部电影，天下一就占了1/4，其中既参与了《怒火重案》、《追虎擒龙》这类热映商业片，也扶持了如梅艳芳等独立电影。作为香港演艺人协会会长，古天乐一直以古道热肠、有责任、有担当的形象示人，而他的天下一为香港电影人提供了丰沃的创作土壤。然而，古天乐没估到天时不利，自从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，内地的大量电影院长期关闭，即便开张，上座率也受到限制，而这2年撑不下去，倒闭关门的影院更是数不胜数。位于地下的影城仍然没有恢复营业，大量电影囤积难以上映。实际上，《明日战记》其实也是在2019年就拍摄完成了，计划2020年上映，结果遇到疫情，一拖就拖到了现在。从豆瓣条目来看，古天乐代映的电影项目多达29部，这些电影几乎都由天下一出品，这必然给公司的资金链带来巨大负担，因此上映的电影必须赚钱，否则资金链一旦熔断，就满盘皆输。受影响的不止古天乐一人，还有成百上千的影视从业者。而据业内估计，《明日战记》起码要获得10亿以上票房才能回本。电影院的萧条不只是阻挡了内地电影的上映，也打击了观众们的观影积极性。再加上这2年国产电影质量平平，难出救市大片，国外大片又有各种原因无法引进，内地电影市场遭受了沉重的打击。据统计，仅万达影业一家今年上半年的净亏损就高达5.81亿，其下属影院最多410家同时停业。中国电影的寒冬至今仍未走出，卖惨营销固然让人恶心，但这恐怕也是古天乐的无奈之举。除了卖惨，已经再也找不到其他的更优解。或许在没有遭遇疫情的情况下，《明日战记》不求大爆，至少也能轻松回个本。
遗憾的是，这个或许只可能存在于其他的平行宇宙。在我们当下的现实里，绝大部分的内地电影依然在苟延残喘，甚至消失不见。所以古天乐卖的惨已经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惨，也是当今香港电影的惨，更是整个中国电影市场的惨。对此于叔深表同情，但同时也更加确定了一件事，带领中国电影走出困境的绝不是古仔的机甲特效梦，而是深入人心的好故事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感谢3连，我们下次再见。